我是个公主，曾用药强了断秀太傅，令他恶心愤恨。后来我西征归来，父皇驾崩，太傅成了摄政王。他端立于金銮殿，神色阴沉，冷然道：长公主西征3年，应该也累了，本王为你设了新职。我还没回过神，就被卸职软禁。揭传长公主曾欺负过摄政王，这下要完。我万般折腾，皆没能逃脱囚笼，便破罐子破摔。贺锦怀，你公报私仇，卑鄙小人！他恼怒地干了一杯茶，将我抵在墙上。是该报仇了，就罚你做我的王妃。春丝蝉是吧？刚刚已经喝了，公主想做什么就做吧。他眼尾泛起红晕，几乎是乞求，这江山和我都归你，不要再一走了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太傅贺锦怀出自京中百年世家贺家，他状元出身，文采斐然，狼艳独绝，却是个断袖。传言他府中常有白面小生出入。皇家人丁单薄，我是父皇母后唯一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幼小的弟弟。父皇不善朝政，身体又不好，西敌进犯，朝中无人可用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当前国库空虚，后方粮草供应不及时，西征就等于送死。我不想父皇再操劳，硬着头皮领命西征。将军百战死，这是保家卫国的觉悟，我也不怕死。但我有一遗憾，始终没睡到贺锦怀。喜欢他多年，却连他发丝都没碰到过。在他还是状元郎的时候，我就有意招他做驸马，被他以喜欢男人婉拒了。我就想啊，喜欢男人又不是不行，碰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说不定睡一晚，我新鲜感过去了，就不喜欢他了。出征前，我坐在屋顶喝闷酒，贺锦怀从廊下经过，抬头看了我一眼。彼时他眉目含情，墨发飞扬，俊美无双，勾得我心间发颤。我当即给随从使了个眼色，绑了他，灌一杯软金散，一杯春丝蝉。手下人办事得力，很快将他囚禁在我的南薰殿。当晚，他就被人按着沐浴更衣，香喷喷地抬上我的榻。我进去时，他正哼哼唧唧地躺在床上喘粗气。因为药效作用，他爬不起来，只能在榻上来回蠕动，手指不停地扯着衣襟。平时清冷的俊颜，此刻泛起不正常的潮红，眉尾那枚小痣也更添艳色。月白薄纱下的修长身体灼热无比。我轻轻一抚，他就颤抖不已，皱眉羞恼，又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像一只好欺负的小白兔。和平时那个衣襟拢到脖颈，走路目不斜视的贺锦怀判若两人。公主，微臣难受。声音又低又绵，像个要吸食人精血的男狐狸精，简直要命了。在他又求又惧的眼神中，我一口咬上他的唇，和他荒唐了一夜。翌日起身，我精力充沛地披甲戴胄。从小习武，我体力异于常人。临走前，他还在沉睡，眉眼舒展，无辜得像个孩子。我在他的脸上印上一个吻，叮嘱随从送他回府，便领着大军开拔去了西境。这一仗打了3年，中途父皇驾崩，皇位之争轰轰烈烈地斗了半年。母后死于斗争，后宫嫔妃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所剩无几。6岁的弟弟吓得有些痴傻。彼时西敌发起一波猛攻，军中将士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。我被战士拖着脱不开身，直到西敌被我军击退了300里，献来归降书，才得以归朝。回来时，皇位之争已平息，贺锦怀已辅佐我6岁的幼弟登基，他自己做了摄政王。我从公主变成了长公主，举国都在传，长公主和摄政王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毕竟摄政王独揽大权，长公主又有15万西征军在手，怎么容得下一个异姓王？但我打了3年仗，见过边境尸山血海，不想再挑起战事。只要摄政王好好交权，我不会为难他。凯旋归京时，贺锦怀早早立在城门外，姿态恭敬虔诚。微臣恭迎长公主凯旋。我一身银色铠甲，轻松跳下马，将他扶起。王爷智谋无双，平息动乱，操劳国事，辛苦了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双眸殷切，双手重重反握了我，竟给我品出一点久别重逢、相思入骨的味道。要不是知道他喜欢男人，
我都要以为我们水出感情了。3年未见，那张脸依然清俊俊美，不由得想起他在我身下咬唇轻哼的模样。因过于羞耻，他微微偏头，垂眸眼下快意，黑眸藏着屈辱。此刻见我盯着他看，又垂下眼眸，做恭敬状。当着百姓和朝官们的面，多余的字一个也没提。他亲自将我送回宫，叮嘱我安心休息。我以为他是承认我这个长公主的，会乖乖将大权双手奉上，便卸下防备。哪知次日朝堂，他就变了。连日奔波，我回宫好生休整一晚。第2日精神百倍地去上朝。贺锦怀一身玄色蟒袍，早已立在金銮殿上。他神色阴沉，冷然道：“长公主西征3年，应该也累了。”一句话把我说懵了，跟昨日相比，完全是2副面孔。我哪料到变故来得如此突然，神色一凛，要招呼下属。结果副将不在，连个随从也不在。大意了。他转着拇指上的扳指，勾唇笑道：“长公主不必白费力气了，你身边的人我都处理了。”啥？处理？是杀了，还是关押了？杀人这样的大事，宫中肯定早就传开了，可我至今没听到消息，看来是关起来了。贺锦怀一招手，几十名人高马大的侍卫直接将我围了起来。我那6岁幼弟坐在殿上，还在鼓掌。长姐是要给朕表演舞剑吗？我手无寸铁舞什么剑？你姐姐我要遭狗贼毒手了啊！侍卫人多又武艺高强，我很快被拿下。朝中官员一片哗然，个个噤若寒蝉，没人敢替我说一句话。没想到贺锦怀的势力竟然如此之大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一夜之间，竟让我的西征军被重整收编，左右副将皆被关押，看来是早有准备。昨日演的那出君臣和谐，原来是障眼法。贺锦怀朝百官们摆摆手，本王与长公主有些就是要谈，预料到长公主不会乖乖就范，本王提早做了些准备，诸位安心，此事不会牵连大家。众人松了口气，有些同情地看向我。贺锦怀卸了我西境将军之职，将我软禁在摄政王府，安排侍卫轮流看守，将我的住所围得水泄不通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金屋藏娇，可他喜欢男人，只怕他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我，握紧手中的权势吧。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。15万西征军，10万驻扎在西境各地，5万在城郊50里外扎营，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不是那么容易被他收编的。皇城禁军才不到3万人马，只要和城郊的5万兵马取得联系，我的人围也能将贺锦怀围死。但现在我要等他亲口跟我解释，毕竟是睡过一次的人，我愿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在我下定决心之前，他最好老实招了，否则我定然打得他屁滚尿流。可一连7日，我连贺锦怀人影都没见着，天天困在王府的朱颜阁，都快发霉了。这日，我拔了头上的珠钗，抵着一个侍女的脖子，威胁她带我去见贺锦怀。侍女吓得腿软，战战兢兢地被我推着往门外走，被门口的侍卫拦住。公主，王爷交代过，若公主想杀个侍女解闷，属下绝不阻拦。侍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连求饶。当我是什么杀人恶魔吗？我放开侍女，去抢夺侍卫的佩刀，哪知这些侍卫个个武力不凡，3两下竟然只是陪我热了个身。我捞了个空，干笑道：哈哈哈，伸手可以啊，好啦，我不跟你们打了。做了个停手的假动作后，我又迅速去抢刀。那侍卫反应更敏捷，2人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在没伤我的情况下，还将我逼回了院子里。嘿，我这下来了兴趣，撸起袖子就准备大干一场。贺锦怀就出现了。阿言，在战场上还没打够吗？他不叫我公主，不叫我名字，却叫我的小名。我叫宇文月，小名阿言。阿言2个字被他叫得有些宠溺，我不自主就停了动作，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难道不应该捶他一顿吗？可看到他的脸，我就想起他在榻上的勾魂摄魄的样子，顿时有点下不去手。天知道，一夜春宵，我回味了3年。他爹的，真是美色误人啊！而且看看他穿的什么，
端方持正的摄政王，平日就不能穿得稳重点，本来就白，再配上湖绿色的丝质外袍，松松垮垮的，简直白得跟玉一样，半截锁骨都露出来了，胸膛也敞着大片春光。这细雨纷飞的暮秋，不冷吗？我下意识就伸手给他拢了拢衣衫，陡然意识到这让我很丢气势，顿时快速缩回手。你关着我干什么？他语气似笑非笑，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见我狐疑，他冷了脸，不知道就好好想，想清楚为止。我说，你是在说3年前绑你的事？睡你2字实在说不出口。他的脸更冷了，一抹绯红攀上他的耳尖。呵，终于想起来了，你说这仇我该怎么报？我坦然地看着他，这有什么仇？本宫还你一碗温香软玉，如何？先说好，你说完把我放了，我的人也放了，咱们就两清了。他用不可理喻的眼神看着我，你，哦，忘了，他喜欢男人，怎么可能睡回来？只能吃哑巴亏了。不过看他吃瘪的样子，好解气啊。解气归解气，重要的是不能忘。我朝他走了2步，靠他一只拳头那么近。他垂眸看我，长睫忽闪忽闪的。我比了一个手刀，架在他脖子上，正色道：顺便提醒你，野心不要太大，最好乖乖交拳，否则我就算是拼死，也不会放过你。他冷着脸，哼笑了一声，咬牙道：看来公主毫无头绪，那就请公主暂居此地，并且认认真真的想。说完，拂袖而去。我闭了闭眼，骂了句：他爹的，想你个头！看来等他亲口解释是等不到了。宇文家势单力薄，幼帝毫无还手之力，他需要控制的只有我，那就没有再等的必要。我仔细观察了5名侍女，负责采买的侍女彩珠，身形恰好跟我相似。我敲晕了她，换上了她的衣物，装扮成她，趁着侍卫换班的间隙溜了出去。刚走到大门，就碰到贺锦怀那瘟神下朝回来。我立即缩在门边几名侍女身后，低着头等他走远。哪知他那鼻子灵得跟狗一样，闻着味儿就停了下来。黑色银纹长靴顿住，问了句：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？我前面的侍女回答：禀王爷，奴婢并未闻到。贺锦怀朝我俩走近了些，闻到了，是茉莉花头油的香味。接着他笑了笑，没有下一步动作，转身进了府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快速离开王府。第一个要去找的人是我的副将林沐雨，也不知他有没有被贺锦怀折磨，此次见到定要好生安抚。我谎称摄政王要我给林小将军带私信，进了林府。林沐雨衣衫不整，打着哈欠走出来，看到我，打了一半的哈欠又吞回去。长江，嗨，你怎么来了？快，奉茶。见到好兄弟，我激动不已，双手捉住他的手。林副将，我有大事要安排，你赶紧集结成交人马。他很紧张，连忙问：怎么了？要干什么？我失望地啧了声，怎么归朝后，这小子一点警惕都没有了？围城，你带人围西宁门，让王副将围东洛门。啊！他瞪大了双眼，慌忙道：这么大的事，公主先喝茶，我去就回。我有些纳闷，想着他大概是需要捋捋思路。暮秋的白日，微风带着冷意，银杏树叶打着旋。我临窗喝了2杯茶。林沐雨穿戴整齐，慢悠悠地坐下陪我喝茶。我拧眉打量着他，看你最近都白了3度，日子很逍遥啊，一点都不像被贺锦怀为难的样子。他嘿嘿2声，摸着后颈说：打了3年仗，错过婚龄，这不一回来，我娘就安排了一桩婚事。我双眉一竖，臭小子，我倒耽误你好事了。贺锦怀没为难你？他连连摆手，身后冷不丁响起一个清越的声音：我为难谁了？林沐雨立即站起来：锦怀，你总算来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林沐雨原来是去报信了。还有摄政王府的侍女，大概也不用茉莉花头油。林沐雨，你出卖我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我气得唰的一下站起来，打翻了面前的茶杯。贺锦怀清冷地注视着我，淡然道：你就不能把我想得好一点？林沐雨赶紧打圆场：长公主息怒，西征3年是锦怀在后方周旋，
才不至于让我们血洒西境。想当初寒冬腊月，将士们没了粮草冬衣，只能抱团燃火。是锦怀力排众议，从空虚的国库中挤出银两，又给世家大族施压。我红了眼眶，为的是战场上饿死冻死的将士。我感激贺锦怀为西征所做的，但一码归一码，他现在是在窃国。林沐雨一句话堵在喉咙，只得看向贺锦怀。锦怀，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啊？贺锦怀脸色发白，冷静地说，站在长公主的角度，我确实无话可说。我冷笑，看吧，他做了什么他心里清楚，我宇文家姐弟二人势单力薄，他这叫趁人之危。林沐雨，我问你，朝中有多少人像你一样被他收买了？林沐雨垂下头，带着歉意说，几乎所有人，这不是收买，锦怀确实做了很多利国利民之事。我倒抽一口凉气，身子歪了歪，差点没站稳。他的意思是，贺锦怀是人心所向。贺锦怀伸手扶了我一把，我拍开他的手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宇文家完了。林沐雨还想劝我，长公主，现如今朝中局势尚未。贺锦怀一个眼刀打断他的话。林沐雨愤愤，最终还是闭了嘴。我冲出了林府，贺锦怀还想跟着我，被我喝止。后来我去了王副将家，他给我的回复是，长公主，还是不要折腾了，气得我差点吐血。我又去了军师柳川家，他倒是沉稳，听我说完全部想法，斟了杯茶递给我，娓娓道来。长公主，城郊5万精兵已经整编到禁军，由萧统领统管，我是副统领。很多事您不知道，当初江南水患，西北蝗灾，百姓缺粮，您可知圣上如何说？圣上说，没有米面可以吃肉啊，将猪牛羊宰杀分发下去，不就解决了？我一口茶喷了出来，面上无光。他继续说，贺太傅跪在御书房，不厌其烦地为先帝剖析局势。先帝恼怒，直接将玉玺朱笔扔给太傅，说，你去解决吧，不要来烦我。我无地自容，将头埋进茶杯里，这些我都不知道。此等杀头行径，太傅为难，捧着玉玺朱笔不知所措。好像我绑他那天，他手里就提着一个布包。他站在廊下看我，身影修长孤寂，眼神雾蒙蒙的，像是在下什么决心。但他那时过于风华绝代，令我忽略了其他事。原来不是他窃国，是父皇亲手交给他的。后来他冒着随时被杀头的风险，大刀阔斧整顿朝堂，救济灾民。这些都是在你我西征期间发生的事。告别了柳川，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，蔫哒哒的不知何去何从。站在京城大街，比站在西境茫茫雪原还要孤寂。被贺锦怀孤立了，这样的我还要如何起事？忽然一辆马车停在我身边，车帘撩开，出现的是西伯侯嫡次子杜北宇那张雌雄莫辨的脸。我记得传言中，他是最常出入贺锦怀府中的白面小生，是个货真价实的断袖。长公主，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跑？随从呢？贺锦怀呢？杜北宇，能不能陪我喝一杯？长公主邀请，微臣自当奉陪。你付钱？这也行。我俩来到酒楼，杜北宇点了满满一桌菜，撑着脑袋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说，过于铺张浪费了，我听闻百姓都吃不起饭了。他瞥了我一眼，悠悠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。那是3年前了，如今除去某些觊觎皇位之人，百姓算是安居乐业了。想想也知道，这些都是贺锦怀的功劳。看来3年间发生了很多事。杜北宇端起酒杯与我碰了碰。我问，谁还在觊觎皇位？杜北宇诧异地看着我，你居然不知道？看来贺锦怀把你保护得很好。什么？你说清楚。杜北宇骂了句该死，立即改了口。你实在想知道，去问贺锦怀吧，我可不做那堵漏风的墙。怎么？为你的老情人保守秘密？漏一丝风和漏一片风有区别吗？杜北宇是个风月老手，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，你也看出我喜欢贺锦怀了，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呐。他逆着我，露出坏笑，他心中有佳人，可佳人心中无他，真乃天道好轮回啊。我一边猜着贺锦怀心中的佳人，一边思考觊觎皇位的人，不知不觉喝得有点多。
人有心事的时候，醉得特别狠。杜北宇晃出了虚影，晃着晃着就晃成贺锦怀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我被人抱了起来。半梦半醒间，耳边嘈杂声逐渐退去，有人轻柔地给我擦脸，轻唤我的小名，阿言。那声音很遥远，像父皇的声音，又像别的什么人。我喃喃道，父皇，他们都说你昏庸无能，但在阿言心中，你是最好的父皇，你会给阿言擦脸，抱阿言，陪阿言过生辰，教阿言画画。捏着毛巾的手一顿，耳边响起低沉的嗓音，我还会永远永远爱阿言。我迷糊地睁开眼，看到贺锦怀放大的俊脸，痴痴地笑。美人，你犯规啦，怎么又来入我的梦？既然来了，就不放你走了，你得补偿我。梦中的贺锦怀勾起唇，说好。一晌贪欢，翌日醒来，我还沉浸在梦境里，不愿醒。一睁眼，看到贺锦怀一身玄色锦袍，正衣冠楚楚地站在床侧看着我，清清冷冷的，连空气温度都低了几分，吓得我一激灵，赶紧坐了起来。哪知我身上衣物尽退，只剩下一件小衣。我惊叫一声，又立即钻回被窝。贺锦怀黑眸幽深，淡淡道，你喝多了，侍女给你换的衣服。那清冷模样与梦中的他形成反差。我舒了一口气，瞪着他，那你盯着我看，是几个意思？他说，我只想告诉长公主，还要委屈您在朱颜阁多待几日。我怒道，你还想关着我？贺锦怀，你公报私仇，卑鄙小人，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。他冷笑一声，转身大步走了。朱颜阁的侍女变得格外小心，见我如见瘟神，连侍卫也更加谨慎，常来院子里巡逻。一旦被关进朱颜阁，我的消息就不通了。这日偷听到两个侍女在厨房低声交谈，听说齐王打着拥护长公主的旗号造反，众人皆知长公主在王府，王府不会有危险吧？不会，昨日在书房奉茶，听到王爷和几位将军商议，要趁乱杀了长公主，拥护王爷称帝。嘘，这话不能再说，要是被长公主听到就惨了。怕什么？长公主嚣张跋扈，3年前欺辱王爷时可没留情，王爷受此大辱，将她凌迟也不为过。你不知道，王爷从南薰殿回来时，满身红痕，闭门谢客，躺了整整7日。啧，长公主可真残暴，王爷那般清风高洁的人都被欺辱得快哭了，难怪他这么恨我。话说，段秀跟女人在一起，真的会这么难受？齐王是我的3皇叔，太皇叔和2皇叔在上一次的皇权争斗中被斩杀，唯独他迟迟未动，料想是在暗中招兵买马，准备一击制胜。原来我只是贺锦怀的一颗棋子。我差不多打消了对贺锦怀的疑虑，想着他这般智谋之才，一直辅佐幼帝也不错。哪知他确实藏着狼子野心。我摸出藏在发髻中的鸣笛，吹响了它。朱颜阁上空飞来一只雄鹰，它在空中盘旋着。傍晚时分，天边彩霞由橘红转为玫红，夜色四合。贺锦怀破天荒来与我一同用膳，满桌子都是我爱吃的。他目光温柔，笑着问我，可还喜欢？我敷衍道，还行。进餐时，鬓边发丝垂下来，他伸手将它挂在我的耳后。这动作令我吃了一惊，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弯着唇角，眼中盛着温情，笑得宠溺。他说，阿言，你今日话很少，不想跟我说些什么吗？我的脸有些发烫，脑子里有千百个头绪，却没有一个是想跟他说的。转而问他，你呢？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有，不过要等一些事情结束之后。忽然，房梁上有黑影一闪而过，贺锦怀并未发现。我站起身，弯腰靠近贺锦怀，仔细盯着他的眼睛说，你现在不说，可能就晚了。说完，一把迷药挥洒在他面前。黑影迅速跳下房梁，带着我冲破屋顶。身后传来贺锦怀的咳嗽声，随后是他急切又沙哑的呼喊，阿言，留下，不要走，阿言。带走我的是父皇留给我的隐卫首领阿昭。阿昭按照提前规划好的路线，带我出了城，与500名骑兵一起隐藏在城郊的一处山林里。阿昭说，齐王亲自率领5万反兵，驻扎在城外30里处，明日就要攻城。
我痛骂一句，难怪贺锦怀会与我共进晚膳，感情是我的断头饭啊。阿昭疑惑道，奇怪的是，摄政王坐镇皇城，除了3万禁卫军巡逻更加频繁，就没发现其他举动。我想了想，不能大意，兵不厌诈，贺锦怀狡诈，定然有其他安排，说不定早准备好7、8条对策，等着齐王上钩呢。我与阿昭商量出一套对策，决定铤而走险，先擒反贼头目齐王宇文连，再擒贺贼。影卫队是500名高手组成，叫飞影队，靠猎鹰联系，平日不轻易出现，是我最后的筹码。我们兵分2路，阿昭带人混进反兵打掩护，我带小队单独潜入。宇文连的营帐灯火通明，看样子是在连夜商议作战对策。我们潜伏在驻地后面的山里，居高临下的观看着下面营帐里的动静，等候时机。黑暗中夜鸟惊飞，大力扑腾着翅膀，不知落入哪棵树枝。3更时分，驻地一阵骚乱，有人大呼，有刺客，快保护！喊声和骚乱戛然而止，士兵打着火把在营地乱窜，好几个营帐着了火。我暗道不好，有人先我们一步动手了。若能抢夺先机，我至少可以控制宇文连的5万兵马，与贺锦怀形成对抗之势。若失去这次机会，我要么永远逃亡，要么永远要做他的笼中鸟。趁乱冲进去！我带着小队人马直奔宇文连的营帐，一定要活捉宇文连。可当我举着长枪趁乱冲进宇文连营帐后，看清里面的人时，我僵住了。贺锦怀正坐在榻上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他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阿言，你来得真慢啊。我脑子有一瞬间空白，而后飞快运转，顿时意识到贺锦怀早有准备，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布局。看我愣怔，他又垂目转着扳指，笑得玩味。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放心，我并没与宇文连勾结，我的阿言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变数，我只是提前做了准备。毕竟你最后的筹码我还没揪出来。我心中一惊，大叫，阿昭，带飞鹰队撤离。贺锦怀双眉一凛，笑道，晚了。阿昭被人压着带了进来，压他的人竟是林沐雨、柳川和王副将。那位大名鼎鼎的萧统领笔挺地走进来，站在贺锦怀身边。林沐雨、柳川、王副将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此刻他们站在了我的敌营里。看来宇文家的江山气数已尽。我丢了长枪，气急了反笑，很好，很好，我输了，输在看错了人。气狠了，我有些站不稳，踉跄着倒退了一步。贺锦怀疼地站起来，脸色泛白，神情有点慌张。此时我并不清楚他这些反常代表什么。我又怒又笑，瞪着他。为了3年前那件事，你不惜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将我投入死地。好，你受的屈辱，我还你。只求你善待我的皇帝，他5岁父母双亡，无人疼爱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我抽出袖中的短刀，闭着眼，咬着牙，举着刀朝着自己的腹部刺去。耳边响起多人不约而同的惊呼，长公主。与此同时，一阵风闪过，握刀的手腕被人大力捏住，剧痛逼得我松开手，短刀掉落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看到原本在丈许开外的贺锦怀来到了我身边。他把短刀踢开，发狠地说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，要善待你自己善待去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会功夫，而且武力还不低。那当初他为什么会被我的随从轻易绑了？夜色褪去，东方泛白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萧统领整顿军队，原来城中3万人马与原本驻扎在50里外的5万人马对叛军形成合围，就算宇文连要反，根本进不了城。更何况贺锦怀早就打算在军营将他活捉。贺锦怀绑了我的手，让我与他同城，一同押回的还有宇文连和他的造反头目。贺锦怀将我禁锢在他的身前，我扭动着身子挣扎，愤愤道，不是要趁乱杀了我吗？现在正是时候。他说，长公主在说什么？我要是趁乱杀了你，你的副将们还不把我剐了？并威胁道，我要把你关起来，慢慢折磨。我又是一阵胡乱扭动，他轻身拉住缰绳，灼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后，痒痒的。
我扭头看他，额头却碰到他的下巴，他身子僵了一下。他厉声警告：别动。我却感受到身后的异样，顿起疑云：你会对女人有感觉？他的脸又冷了几度，没吭声，一路上策马奔腾回了府，解了我手上的绳子，大跨步将我拉进他的书房，转动了博古架上的一个花瓶，一扇暗门缓缓打开。他点上蜡烛，置身于烛光中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好好看看。我环顾四周，愣住了。这个密室藏的不是什么朝廷密室，反而是一片画的海洋。四面墙上密密麻麻，大大小小，全是画。画中人无一例外，全是我。12岁的天灯节，我站在城墙上，举起双手欢呼着，望向无数天灯，为家国百姓祈福。15岁是集祭大典，我身着华服，头戴琉璃八宝簪，端庄地立于大殿之上。17岁秋猎，我一身红色旗装，骑着黑色骏马，手握长弓，英姿飒爽。墙上还挂着一张鹿皮。我记得17岁秋猎时，猎了一只梅花鹿，送给贺家一位公子。那位公子一身布衣，给贺家嫡子牵马喂马，还被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。他低着头，默默忍受着这一切，良久才慢条斯理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整理满是泥土脏污的衣服。我牵着最爱的那匹黑马，站在不远处，恰好听到贺家嫡子骂他娼妓之子贱种等字眼，我便把亲手猎的那只小鹿送给他。你娘生在尘埃中，却能让你生在百年世家，她已经尽力了。不要只盯着脚下的泥，也要抬头看天上月，这样你才能走得更远。我记得当时对那位公子说的是这2句话。他跪在地上，抬起头看我，脏兮兮的脸上，一双黑眸灿若星辰。霎时间，那双眼与此刻眼前那双充满狂热的黑眸重合。可我分明记得贺锦怀是贺家嫡子，莫非这人真的不适合当敌人？你……他走到案前，倒了一杯茶，一口干了，转身将我抵在墙上，压住狂乱的气息，尽力沉稳地在我耳畔说：我说过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从你12岁起，我就站在尘埃里，仰望着你，你就是我的天上月。我爱你，爱到发狂，爱到扭曲变态，不敢承认。12岁，是天灯节在城楼上祈福那次吗？那天站在城楼下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，压根不知道站了谁。他一手捂着胸膛，清澈低沉的声音几近发颤：我恨不能将你撕碎，吞下去，让你与我融为一体，再也不分开。可你招惹了我就跑，1000多个日夜，我握不住，抓不到，得不到回应。我日夜提心吊胆，害怕你在西境出事，我拼命周旋，为你筹集粮草军需，只盼你平安归来。你若死了，我做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我震惊了，像听到西迪蛮子改吃素一样震惊，心脏狂跳。我的注意力被他那双幽深的黑眸吸了进去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。呵，我吓到你了？他苦笑，抱歉，就算吓到你，我也不会放开了。是该报仇了，就罚你做我的王妃，好不好？春丝禅是吧？刚刚已经喝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做吧。他疯了吗？竟给自己下药，还是在给自己壮胆？空气迅速升温，他脸上攀上薄红，浑身灼热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只手撑着墙，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，极力克制，仿佛在等我允许。我说我要招你做驸马时，你说你喜欢男人。他低低笑，自嘲道：不过是退缩的说辞，因为我像只老鼠一样胆小，只敢远远看着你，事后我很后悔。他眼眶泛红，苦笑着说：我无意争权，在先帝将玉玺朱笔扔给我的时候，我也想自保，可回头看到你独自坐在屋顶喝酒，一个女子还要守护这片土地，我堂堂8尺男儿，又有什么资格放下？再说朝中虎伏狼前，人人自危，我若放下了，你该怎么办？要我看着你被虎狼撕碎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随后语气几近哀求：江山归你，我也归你，不要再一走了之。他垂下头，不敢看我，好似他心底最糟糕、最难以启齿的秘辛被人揭穿，等待着他预料中的嘲讽和鄙夷，像狂风暴雨一样摧毁他。可这样的他，我怎么忍心呢？我的眼泪无法控制。
若不是后方粮草供给，我和将士们会被野蛮残暴的西狄蛮子吃了，变成一抹无法回归故土的幽魂。开拔时，我已经做好战死的准备。我们站在昏黄的烛光中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他伸手为我抹掉眼泪，安抚道：“阿言不哭，一切有我。新帝只是吓着了，他聪慧，是可塑之才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睛问：“那你关着我是为什么？”“只是不想让你受任何伤害。3年的提心吊胆，我已经受够了。”我哭笑不得，这么简单的事，你为什么说不出口？他笑得很无奈：“因为我也有私心，想你留在身边，想你爱我。当初第一批粮草出发时，我让人给你带信了，你却毫不理会，你压根只是缠我身子。”我在回忆中搜索，真不记得收到过他的信啊。西征第1年，大雪封山，粮草所剩无几，我们不得不冒着大雪更换驻地。兵士们只得就近挖草根，搜集柴火，就吃雪、草根或树皮，冷就燃火抱团取暖。挨了整整半个月，死伤了近1000人，后方粮草才送到。大概是更换了驻地，又或者大雪，信件在途中遗失。他继续说：“若你早已不喜欢我，那让你恨我也行。爱和恨一样持久的，不是吗？”我不由得笑出声，歪着头问他：“那你持久吗？”我真是个恶劣的公主，听到这么深情的告白，我竟然想捉弄他。气氛瞬间变得有点不一样。他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低头笑了：“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所以你爱我吗？”我搂住他的腰，缓缓抬起头，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。他将我抱出书房，来到他的房间，要了水，与我一起沐浴，而后又将我抱到床上，小心翼翼地吻上来，吻得难舍难分，几近窒息。温热的液体顺着他的脸颊滴落到我的脸上。他放开我，撑起双手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阿言，我要你亲口说爱我。我捧着他好看的脸，抹掉他的泪，认真地说：“我爱你，贺锦怀，很爱很爱你。”他笑了，笑着流泪，再次轻轻地吻住我，吻得虔诚。我的每一处他都不放过，执着地仿若信仰。次日，贺锦怀一大早去上朝，这是我班师回朝后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，没有猜疑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瞻前顾后的彷徨，也不用担心一觉醒来脑袋搬家。想想先前对贺锦怀的猜疑，实属惊弓之鸟。我一直认为他是断袖，所以从未往男女之情的方向想过，这才导致诸多误会。毕竟他一开始就冷着脸卸我兵权，软禁我，让我不得不警铃大作。如今想来，他要是想要灭了我，直接让我败在西境，岂不更省事？用完早膳后，我坐在贺锦怀的书房，翻着他这些年的画作，思绪飘远。初次见贺锦怀是在琼林宴，工人领着新晋状元郎与我见礼，他脸目垂首与我见礼，小声：“贺锦怀，字清言，问公主殿下安。”样子非常拘谨，都不敢抬头看我，一直低着头。直到工人领他离开，他才略微抬头看了我一眼。我顿时被他俊美的容貌吸引，那双眼明亮如星辰，好似在哪里见过。当时没认出他，后来很长时间都没认出。他先在御史台任职，后被父皇任命为太傅。他来宫中次数多了，时常碰见。我和他打招呼：“太傅也在啊。”他便低着头见礼，修长的身姿微微勾着，立在一旁，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脚尖，一直维持着这个动作，直到我离开。我觉得有趣，有次迈了几步，又突然折回他身前：“嘿，太傅，我又回来了。”刚想直起身子的他被我吓了一跳，退后一步，惊恐地看着我，长睫羽毛般闪动。他黑眸中映出我俏皮的样子，像一簇小小的火焰。公主。那次一向清冷寡言的他笑了，笑得如冰雪消融，如春回大地，笑得我心如脱兔。那之前我早已被他的才情和能力折服，父皇对他很依赖，皇帝也喜欢他，小嘴成天巴拉巴拉都是太傅说。我便让父皇去探口风，问他愿不愿意做驸马。父皇遗憾地告诉我，太傅是个断袖。我幽怨伤感地喝了好几天闷酒。据说京中很多世家小姐也和我一样。
这个传闻一出，有龙阳之好的杜北宇便频繁出入贺太傅家，让贺太傅是断袖的传闻做得相当踏实。贺锦怀也从未出面纠正过。朝中危机解除，三皇叔被贬为庶民，贺锦怀夜夜搂着我，要缠绵一番。纵是从小练武，和男子比起来，体力还是差了一大截。他10岁之位，夜夜如此，我有些吃不消，天天吵着要回南薰殿。他毫不留情地拆穿我没派人拘着你，阿言只怕自己不想走吧。大婚之前，我终于回了南薰殿，反而有点不习惯了。但大婚之前，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。林沐雨、柳川、王副将3人列队站在我的茶室，个个咧着嘴，嘿嘿笑着，一副谄媚的样子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背叛我？3人面面相觑，最后推举柳川出来。柳副统领，你口才了得，你来说。柳川白了2人一眼，骂了句出息，正色道：因为摄政王说他会娶你。一开始我们也不信，在他软禁你、卸你职位时，我们找他闹过，他只说他不想让未来妻子太累。都这么说了，我们还能说啥？而且他对兄弟们也不差。我们认为他是在讨好你，只有你认为他是在窃国。我一口茶呛住，干笑道：啊哈哈哈，那啥，一叶障目，都是他说他喜欢男人惹的祸。柳川松懈下来，一屁股坐下，凑近我，说说你俩啥时候勾搭上的？西征前没听说你俩有啥，打了3年仗，回来你俩就看对眼了。清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柳副统领，最近有点闲。柳川干咳2声，我该去教场了。王爷、长公主，微臣告退。我放下茶杯，弹跳起身，我也一起。站住！我立即定住，回头有点委屈地看着贺锦怀。多久都没去教场练兵了，手痒得不行。他拉住我的手放到嘴边，轻轻吻了吻，温声说：那般刀兵相向的地方，吓到孩儿怎么办？夫人以后不可动武，好好养胎，好不好？算我求你。林沐雨和王副将相视而笑。柳川呆若木鸡，这还未成婚，被林沐雨和王副将拖走。3人闪退。大宣永嘉3年，长公主与摄政王大婚，国未破，风调雨顺，山河无恙，烟火寻常，万民同乐，万国朝贺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